我大哥叫薛一人。在下黑须客，听说你最近风头挺盛，不少人称你为天下第一剑客，如此称呼让识剑之人颜面何存？我专心习武，不想惹事，但是剑若出鞘，必饮血，望你三思。也不怕风大了闪着你的舌头，如此狂妄，让我来试试你的斤两。你果然当得起仅仅一招。让我走，下次来我会带糖给你吃。剑，相帅可知道这把是什么剑吗？昔日周氏之明主太康少康父子，集天下之名将，助八方之统，历经10年之久，方才得此一剑。这剑就是八方铜剑。好眼力！那这把剑呢？自古雄主皆有名剑，少康铸八方铜剑，颛顼有腾空化影，太甲有剑名文光，武丁有剑名赵胆。这把剑就是赵胆，只是他的剑匣子被后人加以装饰过罢了。这把剑是把无名之剑，
无名之剑。不错，无名之剑。剑虽无名，人却有名。此话怎讲？不知道前辈是否听过干将莫邪这2把剑呢？干将莫邪乃上古神兵，老朽虽未亲眼见过，但也听说过。其实干将莫邪，只不过是一对夫妻的名字。100年之后，若提起干将莫邪，大家都只记得是剑，而忘了这2夫妻。香帅的意思是，这只是因为人的光芒已经被剑的光芒所掩盖。不错。前辈手上这把剑，剑虽无名，但是能够驾驭这把剑的人，非等闲之辈。何以见得？哼，只因此剑锋芒毕露，杀气逼人。如果不是一个武功绝顶的高手，是没办法驾驭它的。不但不能驾驭它，反而会被剑气所伤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口剑就是前辈昔日纵横江湖所佩戴的佩剑。香帅果真好眼力，老朽好生佩服。你知道这衣服上染的是谁的血吗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香帅只怕未曾听过这个人的名字，但是30年前，杀手无常裴环，在江湖上也并非等闲之辈啊。晚辈虽年轻识浅，但却也知道，杀手无常30年前打遍南七省，但却不知道他已经死在前辈的手里了。那是在佝偻山。30年的岁月已经消逝了，但他们的血却永远不会消失。他们的血？难道箱子里面是？香帅怎么还不明白？我这血衣人3个字是如何得来的？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剑下无情。就是这柄剑，不知饮下了多少人的鲜血。好快的剑法！你可是为了我的剑而来的。你认为我是来偷你的剑的？楚香帅的名声我早有耳闻。那你应该知道，
在下从未在朋友的身上打过主意啊。任何事都有例外的，也许这一次就是一个例外。这次我为什么要例外呢？你对剑不但很有研究，而且还很有兴趣，是吗？对，我对剑是很有兴趣，但是我对红烧肉也很有兴趣。难道我就要把只猪偷回家吗？那你为何而来？有人用剑指着我脖子的时候，我是不太爱跟他说话的。你喜欢我将剑刺进去吗？薛衣人若会刺冷剑，那么就算我看错了你。我如果看错了你，就算死在你手上，也只能怪我自己有眼无珠，我绝对不会后悔。你从来没有看错过人吗？哼，我若肯让他拿了剑站在我身边，我就绝对不会看错的。哼，好个楚留香，果然浑身是胆，名不虚传。哼。若说楚留香是为了花金宫才到石家庄去的，哼，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的。连我自己都不会相信。那香帅到石家庄去，莫非是想让花金宫带你来见我不成？哼，前辈已退隐林泉多年，在下要见非常之人，只能使用非常之道了。那你为何这么急着想见我？在3、4年前，江湖上突然出现了一班职业刺客。职业刺客？不错，他们不分是非，不分善恶，以杀人为业。任何人只要给得起他们价钱，他们就会帮他杀人。他们什么人都杀。江湖中出了这些人，我怎么一点也没听说过？他们行踪飘渺，如果不是他们找上我，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存在。他们若是算计到你头上，只怕他们离死期也就不远了。哼，他们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已经没办法再作恶了。只是那刺客首领到现在还逍遥法外。他们的首领是谁？哼，这个我暂时还不知道，只知道他聪明过人，剑法高超。所以香帅怀疑这个人是我。若非如此，我也不会到这里来了。香帅如今查出来了吗？刚才前辈的那一剑出手，的确和他有7分相似。如此说来，香帅认为我就是那个首领了。哼，如果前辈就是那刺客首领的话，刚才前辈就不会收手了。你可知道我之前为什么一直没有杀死左青侯吗？因为我一生非但有很少朋友，连仇人也不多，尤其像左青侯那样的仇人。我若是杀了他，我就更寂寞了。唉，没错，自古英雄多寂寞。一个人在低处时，就想拼命往高处走。当一个人到了高处的时候，发现跟他的人越来越少，再回头看时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但我现在已经渐渐老了，一个人到了快死的时候，总想将身前的账都结清，免得死了以后带进棺材里去。所以我和左青侯约好了今年除夕决斗。这不但是我和他2个人之间的事情，
也是我们薛左两家的决斗。因为我们两家这个仇已经结了上百年了，远的已经快连当时结仇的原因都忘了。为什么这件事情左青侯没有告诉我呢？但我以为他已经告诉你了，以为你就是为了助权才到松江府来的，所以你就先来探探我的虚实。难怪你会认为我是来偷你的剑的。说的有道理。一个人要和老虎搏斗之前，当然是先把他的牙齿全拔掉，才没有危险的。但我楚留香就算是这样的人，那左青侯也绝对不会是这样的人。因为如果左青侯是这样的人，他就不配做你薛夷人的对头了。你楚留香若是这种人，那么就算我看错你了，那也只能怪我自己有眼无珠啊，怪不得别人，是吗？我终于明白左青侯为何急着要将女儿嫁到丁家去了。只因女儿一嫁出去，就不再是左家的人，就不必牵连进这生死之战。左青侯为女儿的苦心，实在是无微不至啊。此刻鱼大概已经烧好了，咱们不妨先去喝一杯吧。啊，请。请。你会不会大活你？快点啊！哎，好的。这客人都等着呢，你不了。哎，好的，小姐。快点！哎，快点！快！请坐。香帅，这鱼恐怕做得不好，您可不要见笑啊。你平时连鸡蛋都不会炒，哼，这鱼是你做的吗？想不到亲家温话挺多啊。今天是因为见了香帅，心情才特别好，是吧？这要感谢我才是啊。是啊，改天见到施举人，我得好好的跟他喝两杯。香帅，您坐，我到后面跟亲家母聊天去。坐啊。总算听明白我的话了，真不容易。的确是不容易。有女人在，我们怎么能安心喝酒呢？啊！若非左家和薛家的仇恨太深，你和左青侯一定可以成为好朋友。我知道，你原本是左青侯的朋友，现在又和我交了朋友。可是我要你明白一件事情：薛左两家的仇恨，没有任何人能解得开。为什么？你可知道这100年以来，我薛家有多少人死在他们手里吗？是否和左家死在薛家人手上的差不多？正是如此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个仇是越结越深。除非我们两家人中有一家人死尽死绝，
否则这个仇是没有办法解开的。好香，好香啊！闻见烧鸡香，鲜宝宝来啦！好香啊！小鸡，小鸡真可爱。小鸡，来认识认识。小乌龟。小乌龟，我告诉你啊，学医人是大剑客，学小人呢是大吃客。虽然学小人打不过学医人，但是吃起东西来，学医人就好啪啪啪啪。相帅，请勿见怪，这位是舍弟，小人。谁叫你来的？这里是我家啊。哎，难道你说薛老爸没有我这个儿子啊？他原本不是这个样子，直到7、8年以前，突然之间就成了这个样子。这一代名侠其实也和普通人一样，哎，这真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。我来这儿的本意是为了要探查那刺客集团的神秘首领，但是借尸还魂这件事实在太不可思议，在我没弄清事情真相之前，还是什么都不要说的好。前辈，在下先行告辞。今日能与前辈把酒言欢，实乃三生有幸，改日再聚。改日再聚。好，好。他走了，吃饱了。我还没吃饱呢。小鸡，来。谢天谢地，我以为你不会来了呢。你以为我骗你？以为我不会来了？你真有法子让我见到小姐？我要是见到小姐，我就是死也甘心呐。你若有诚心，自然会见我的。我当然有诚心，菩萨可以作证。好，那么你3天后再来，莫要再正晚，等到天黑了再来。这还要再等3天？你如果有诚意，再等3天又有何妨？过了3天后，所有的事也许就全改观了。不知是少奶奶驾到，险些得罪了，恕罪恕罪。你少说风凉话！我问你，你一天到晚鬼鬼祟祟的，是不是想打我的主意啊？哼，我就算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打少奶奶的主意。那你叫梁妈来干什么？其实也没有啊，只是跟她聊聊天。哎呦，香帅的口味什么时候变了？
喜欢跟老太婆聊天了？啊？我不找老太婆聊天，难道少奶奶肯陪我聊天吗？既然你想找人聊天，为什么不找我呢？你怕我？我又不会吃了你。我还真怕你吃了我。哎，你嘴里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嘴巴有点抽筋而已。有很多小伙子偷偷的叫我雪里红，以为我不知道呢。哎，你不是要跟我聊天吗？怎么不说话呀？你变成哑巴了？你的宝贝二叔还真有趣儿，像个小孩似的，武功又那么高。那天晚上，要不是我跑得快，早被他打成肉饼了。幸亏你跑得快，二叔啊，除了吃之外就会使剑。他疯病犯的时候啊，逼着爹爹跟他出手，爹爹差点被他刺了一剑呢。哦，那后来呢？后来自然爹爹把他制服了，他一气之下疯得更厉害了。可听令尊大人说，他以前不是这样子的。他就是练剑练疯的。其实二叔的剑法很好的，但是跟爹爹比起来还差得很远，所以啊，他就拼命地练剑，想超过爹爹，练得饭也不吃，觉也不睡，可是怎么练也比不过爹爹。有一天晚上，他突然把二婶给杀了。他说二婶骚扰他练剑，他杀了二婶以后啊，他就变得疯疯癫癫了。哎，对了，他总说啊自己只有12岁，因为年纪小，所以剑术不如爹爹。一个人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，也只有自己骗自己啊。可是他……哎呀，咱们能不能不提他了？提点别的。那好吧，你想听什么，我就陪你聊什么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，能聊什么呀？你还不知道啊？难道要我教教你啊？要是我教你，你就不是风流倜傥的楚留香了。哎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，你一定会感谢我的。走，快走！哎，你的马真的不想要了？有你，还要马干嘛呀？走！没想到薛姨人竟会生出这种宝贝女儿，哎呀，竟然还没被气死，这倒真是一件怪事。到了，就这儿。走啊！哎，等等，这间屋子是谁的你都不知道，怎么能随便乱闯进去呢？如果被人家当成小偷，那就不太好了。谁敢拿我当小偷啊？平时自然不敢，但你现在和我在一起，那就不同了。我的名声一向不太好，连累你就不好了。哎，别急，你也别害怕，这里也是我们薛家的产业。这屋子也是你们薛家的产业？你们薛家的产业还真不少啊。以前呐，二叔没发病的时候就在这儿练武，现在空下来了。虽然二弟打猎的时候也时常住在这儿，但是这几天啊，他不会来。走。出来！是你呀！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是上省城办年货去了吗？你？这离过年的日子尚且早些，不如过2天再去，也不迟，也不迟。啊，我说呢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勤快了啊？居然急着出来办事儿。
是不是想背着爹爹，在这打眼神啊？打眼神儿？不，这肯定是误会，误会了，误会。误会了？这你的谁啊？他是我一个朋友。朋友？他是你？哎，且慢。那我来问你，你带的这个男人，他又是谁？当然也是我朋友了。嘿，朋友，我看未必吧。老二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少管我闲事儿。好，那不如我们做个交易，只要你不把今天的事儿说出去，那你的闲事儿我是绝对不会管的。如果你要是闹了出去，只怕你会比我更丢人吧。我有什么可丢人的？我又没在外面打野神儿。谁打野神？你说谁打野神？嘿，你还说是吧？你还敢说我？你还敢说我？嘿，你还敢跑？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嘿，你还给我来这套是吧？嘿，站住！薛衣人啊，薛衣人，没想到你一世英名，竟然会生出这样一对宝贝儿女。哎，等一等，你是在叫我？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只怕找错人了吧？这就是告诉你，下次跟别人幽会，千万不要再脱鞋了。谢谢你。还是不要谢我了，谢谢你的脚吧。快走吧，莫让他们再追出来。你到底要背我去哪儿啊？你若是想要命，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情。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要人家答应一件事情，还用得着拔剑吗？你少胡思乱想，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女人。哦，你莫要以为我刚才是跟薛冰幽会，我只是……你只是怎么了？复仇。复仇？为谁复仇？我姐姐。你姐姐？难道你姐姐是被薛冰害死的？薛冰虽然没有想杀死她，可是她死得更惨。薛冰要是一刀杀了她，反倒好些。那么，他是用什么办法杀死你姐姐的呢？他是用最恶毒、最卑鄙的手段，他害得我姐姐。我已经说的太多了，我只问你，你肯不肯答应我？你要我答应你什么？帮你报仇？没错。你若想让我帮你报仇，你就应该将整件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我。无论如何，你非得答应我。
要不然我要了你的命。你认为你杀得了我吗？你以为我不敢杀了你吗？哦，你就是想用这把剑去杀死薛斌？哼，还好你刚才没拿出来，否则你已经死在薛斌的手上了。你既是一个不会武功的女孩子，这把剑又不是一把杀人的剑，你要想杀了那个薛公子，可能要想别的方法了。你杀了我好了，你干脆杀了我，我反倒好一些。哎，我想你不要弄错了，我可不是那位薛公子啊。反正我不能为我姐姐报仇，我也不想活了。若你连活的勇气都没有，你怎么替你姐姐报仇呢？反正也没有希望了，死了倒干净。谁说你没有希望了？你肯帮我的忙？也许吧。不过，我希望你把这件事清清楚楚的说明白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还不知道你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姓石。难道你是石小毛？不是，石秀云。哦，这个名字还配得上你。你也是住在这里的？嗯。就住在附近？嗯。我们家种的是薛家庄的田。我父亲过世之前，还在薛家的家塾教过书。所以你姐姐就是这样认识薛斌的？薛斌小的时候非常聪明，父亲总说他又聪明又能干又能文能武，将来一定会有出息，所以时常带他回家玩。谁知道他竟是一个人面兽心的畜生。我爹爹要是在九泉之下知道他干的这些事情，只怕……你还是先告诉我，你姐姐究竟是怎么死的？我本不应该让别人说出自己不愿说的事情，但薛斌却是诗音的未婚夫婿，也关他的每件事，都可能关系着这借尸还魂的秘密。你脚还疼吗？你姐姐是不是上了薛斌的当呢？有段时间，姐姐总是借故出门，每次出门前都会在镜前打扮大半个时辰。那段时光是她最幸福的时光。可是后来，她不再出门了，脸上也没有了笑容。没想到她相思成疾，病情越来越严重，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也没有再见过他的笑容。薛斌为了迎娶诗音，就再也没有来找过我姐姐。我看到了姐姐死前的痛苦，我就决心杀了这个负心人。原来这个负心人骗你姐姐骗得那么惨。那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就是薛斌呢？我当然知道，是你姐姐告诉你的。我姐姐对他实在是太好了，直到他临死前都不肯说出他的名字。不过他不用说，
我也知道是他。为什么？因为姐姐生病的时候，他总是借故来打探消息。我看见他那鬼头鬼脑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他没安什么好心。我知道，他是希望我姐姐快些死，好跟世音成亲。没错。如果他与此事无关的话，怎么会对你姐姐那么关心呢？所以，姐姐一死，我就决心杀了他。所以你就去那里找他。我知道，他常去那个小屋，所以我就去那儿等他。我等了他2天，果然被我等到了。可是，我知道，我绝没有杀他的力量，所以我就想到了那个办法。除了这种办法，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接近他。你不觉得那样太冒险了吗？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，杀了他，我就一死了之。你姐姐是什么时候死的？9月26，也就是立冬的前一个晚上。那么她现在下葬了没有？第2天就下葬了。为什么那么急呢？我二叔坚持要让姐姐快些下葬。他老人家说，人死了最好入土为安。你二叔？我父母过世的早，家里什么事情都是由二叔做主。我想到你姐姐的坟上去看看。是我姐姐的坟。那个人是谁啊？为什么要来哭我姐姐的坟？你不认识他？我们家除了我二叔以外，连一个亲人都没有。求求你放我走吧，我并没有做什么。你既然没有做什么，又何必逃走呢？是你？你认识他？他是薛斌的书童，从小就跟着薛斌来过我们家。一剑，我问你，你鬼鬼祟祟、偷偷摸摸、慌里慌张的，究竟在干什么？我没有啊。你没有？我姐姐死了，你为什么要披麻戴孝？石姑娘生前一向对我很好，石姑娘去世了，我来尽尽孝。那我父亲去世的时候，你为何没有披麻戴孝？你，难道我姐姐朝思暮想的人竟然是你？怪不得薛斌经常来打探消息。一剑，那我姐姐病了以后，你为什么没有再出现过？啊！你回答我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求姑娘饶了我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我该死！姑娘饶了我！无论如何，他也是出于一片诚心。可我姐姐为什么会对他？他又为什么会对我姐姐？
你不要忘了，他也是个人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去找薛冰，我在他面前那么丢人，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啊？别哭了，别哭了。起来吧。二舅跟我说呀，他们家那头牛老了，下不了地了。哟，那怎么办呢？他死了，你如此伤心，那你为什么不在他活着的时候对他好些呢？我不敢。不敢？为什么不敢？我是个低三下四的人，我配不上他。所以你就宁可眼睁睁地看着他为你而死？我也不知道会这样，我也不知道他对我这么好。无论如何，你应该在他病重的时候再去看看他。是他莫要我去找他的。女孩子莫要你去找他，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要你去找他。如果你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懂，你还能算得上是个男人吗？莫要你去找他，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要你去找他。如果你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懂，你还能算得上是个男人吗？但是他说，他永远也不要再见到我了。那是因为他觉得你太没有勇气了，所以才会这么说的。如果你是真的爱着他，就应该鼓起勇气向他求亲。他若真有这意思，为什么不说出来？哼，他说他如果说出来了，那么他就不是女子了。凤云，我该死，我是个混蛋。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样不但害了我，也害了你自己啊，凤云。哎，你也不要那么伤心了。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，所有的男人都会变成呆子的。啊，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帮帮我。你是个大好人，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答应你。好，我想请你转告薛公子，大后天到那小屋里去等我，希望他和我见上一面。可是，我家公子怎知道你是谁呢？我叫楚留香。楚留香，您老人家就是楚香帅。哼，我是楚留香，但是我并不老。要知道您老人家就是楚留香，方才就算你杀了我，我也不敢出手了。那我现在就去替您通知我家少爷。原来你这么有名啊！有名，并不是件好事。其实我也想求你一件事，不知你肯不肯答应？什么事？你说，无论什么事，我都会答应你的。那就是你先回去好好的睡一觉，然后将此事暂且都忘记了。那你呢？我还有点事情要办，等到……其实你用不着赶我走，我也不会缠着你的。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女人，那么的不要脸。
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你可知道，就算你不愿意缠着我，我也会缠着你的。你用不着来骗我。像你这么有身份的人，自然是不会愿意和我这样的女孩子来往的。你还是走吧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愿意跟你来往呢？我本来打算今天晚上约你在这里见面，谁知道我还没有开口，你就对我乱发脾气了。我既然已经对你发脾气了，你自然就不愿意再和我见面了。你以为我会和你一样吗？乱发小孩子脾气？谁说我是小孩子了？好，你不是小孩子，那你就是大人了。是大人就应该有大人的样子，不要再乱发脾气了，也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对了，你的脚还疼吗？不然这样，我抱你回去好不好？你若是抱我回去，我怕以后被抱的人就是你。哦，为什么？我二叔要是看到你抱我回去，不打断你的腿才怪。莫忘了，今天晚上在你姐的坟前等我。楚留香啊，楚留香，你为什么一见到漂亮的女孩子心就会软呢？看来你的病已经越来越重了。这些东西的主人，想必是个很讲究修饰的女子，身份也一定不低，否则就用不起这么贵的东西。花金公和薛红红都可能常到这地方来，他们若在这里和别人幽会，当然用得着这些东西。这个箱子绝对不是花金公和薛红红的，因为他们身上的香气非常的浓，但这个花粉的香气却非常的清雅。这个箱子到底是谁放在这里的呢？楚留香的反应之快，果然是天下无双。只可惜，你还是未能避开我这一剑。
我正在奇怪，是谁出剑如此的快？想不到，原来是你。你岂非正在找我？没错，我是正在找你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会在这里。你既然在这里，我肯定也会在这里。难道你一直都跟着我？哼，正是。你一直都在找我，我也一直都在找你。你想要我的命，我也想要你的命。我们两个人之间，只有一个人能活下去。哼，那么你认为谁能活下去呢？难道你还想活下去吗？不错，阁下出手之快，可以算是天下无双。只可惜，只可惜，你还是未能避开我这一剑，所以我第二剑一定能要你的命。没错，我是没有避开你的第一剑，但是我现在很怀疑，你的第二剑还出不出得了。你要知道，我杀人从来都不会手软的。我在想，有句话江湖中很多人都知道，你有没有听过？什么话？就是道帅销魂香，悄悄断人肠。销魂香？你已经中了我的销魂香，如果你现在求我，我还可以给你解药，不然1个时辰后你就要毒发身亡了。楚留香，你休想让我上你的当！依我看，那只不过是女人用的香粉而已。哼！哦，女人用的粉？你难道认为我楚留香会一天到晚带着一个女人用的粉在身上吗？哼！就算那是真的销魂香的话，那解药肯定会在你身上。我先杀了你，然后再搜出解药，也不迟。请。香帅可知道这把是什么剑吗？这剑就是八方铜剑。哼，阁下为什么还不动手啊？你早些杀了我，不就可以早些拿到解药了吗？难道解药不在你身上？唉，我说的话你都不相信，你又何必问我呢？就算我肯放你走，又怎么知道你会给我解药？哼，你的确没把握。我不杀你，你能给我解药？这交易对我们俩，谁也不会吃亏吧？解药在哪儿？等我走出这个门之后，你从1数到1000，我就会把解药给你。然后呢？我会将解药的法子写在你出门后其中的一棵树上。但是你要谨记，你一定要从1数到1000，不然这笔交易就算砸了。都说楚留香说话从不食言，但不知是真是假呀。是真是假，你很快就会知道。
让你个王八蛋给我食言！楚留香，你果然了得！方才让你流了一地汗，现在你已变是死人了，但你也用不着得意。今日让你逃了一次，我杀你的机会还有很多。楚留香，就算你已经跑了1000步，我还是能追上你。正所谓剑走偏锋，棋走险招。此人一剑依然如此之深，功夫果然了得。哎，这种地方怎么会有好骨头啊？看来啊，我又上了你这小贼的当了。嗨，我骗你干什么呀？告诉你啊，我每次来，最少那都是5两银子。我呸！5两银子给你这小叫花子，我看那人是口疯了。这你就不懂了，这男人在女人面前那就得装大方一些。特别是在情人面前，那绝对跟在老婆面前是不一样的。那还说什么呀？赶紧走啊！哎，那到底在哪儿啊？哎，看见了吧？就那间屋子。走。难道他又去而复返？我现在也回不了知北山庄了。他若现在回来的话，看来我只有死路一条了。你走了半天，怎么还不到？哎呀，就到了，就到了。前面就是。不知2位小兄弟是不是要回县城啊？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在下楚留香，想见一下贵帮帮主。楚留香，楚留香谁啊？你拿着啊！哎，你为什么打我？我为什么打你啊？你连楚留香都不知道，别说打你2下，就是打你20下都不嫌多。哦，你说是那个，道帅叶留香，威名震八方的楚香帅，就是帮我们弄回紫金钵的楚香帅。对呀，除了这个楚香帅，难道还有第2个楚香帅吗？帮我拿着，啊，拿着。我有眼无珠，对不起。香帅晕了。老爷，明珠啊，你好点了吗？我是世音，我不是左明珠。你明明是我的珠儿，怎么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了？我只想知道，你什么时候送我回去？难道你真的要离开爹爹吗？你不是我爹爹，我爹叫施孝廉，我娘是金宫夫人。我不是左明珠，我也不会嫁给丁家2公子。珠儿，这件事你放心，爹爹在这一点上绝对不会强迫你的。你现在神志不清，不适宜谈婚论嫁。丁家这方面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。待香帅帮你恢复了神智，这件事再行商量，好吗？啊！我没有病，我很清醒，我要回家，我要见我娘。珠儿，这件事实在太蹊跷了。我已经答应了香帅，在他调查清楚之前，绝不让你跟施家的人接触。啊，你要好好养病，不要胡思乱想了啊。那爹爹先走了，你要注意身体，多休息啊。
小红，哎，小姐有什么吩咐？你把这封信送到施家庄，交到金宫夫人手里。小姐，这个给你。要是老爷知道了，非打断我的腿不可。再加上这个呢？小姐，不是我不帮你，这些你都拿着。我马上就去。老爷，拿来。老爷，小红该死。你出去玩一会儿，回去跟小姐说信已经送到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拿着这个。谢谢老爷。小帅，那肯定管用，喝汤啊！多谢。果然还是只有丐帮做的炖肉汤最好喝。香帅驾临丐帮，真乃是天大的喜事啊！小火神，那紫金钵已经转交给贵帮帮主了吗？香帅请放心，帮主让我向香帅致谢。哎，香帅，你的伤势怎么样了？已无大碍了。唉，不过你们现在见到我欢喜，以后你们看到我，只怕就要讨厌我了。因为你们请我吃肉，而我却是来找你们麻烦的。找麻烦？怎么会这样啊？香帅，是不是弟兄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你们没有得罪我，只不过我有几件事，想求你们帮我去做而已。哦，这么回事儿，简单呀。来，你们都下去。香帅，有什么事您直说好了。您对我们丐帮是恩重如山，莫说让我们去办事，就算是让我们去跳河，我们也照跳不误。好，我听说丐帮弟子个个都是热血男儿，那我就不讲客气话了。实不相瞒，我有4件事情想让你们帮我去办。第一件事就是有一个人，他本叫叶盛兰，以前经常在京城混的，现在必定到了这里。我想知道他在哪里落脚，他在干什么，还有没有人跟他同住。香帅放心，打听消息呢，正是我们丐帮的看家本事。只要世上有叶盛兰这个人在，我们就能把他的根儿给刨出来。第二件事情，薛家庄的薛二公子叫薛斌，施家庄有个奶妈叫梁妈。我希望你们可以帮我看住他们，他们不管到了哪里，都要如实向我汇报。这事儿也办得到。第3件事情，我希望你们想个办法，把丁氏双剑丁二侠给骗回家。他现在人也在这里，他住在智悲山庄。香帅放心，只要是您交代给我的事，一定替您办好。好。不过这第4件事情就有点困难了。
香帅，您放心好了，再困难的事儿，我们也办得到。好，我希望你们今天晚上跟我去挖坟。挖坟？挖坟啊！你们不敢去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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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。你敢去？这个，要是别人让我去吧，啊，我肯定啊，啪，打他17、18个嘴巴子。这是香帅让我去，那我去。为什么？我知道，香帅永远不会要我们去做坏事的。对，没错，我也去。香帅，看来我这2个兄弟确实比我还懂事，比我还知道好歹。这样，你让他们什么时候去，我就让他们什么时候去。今晚3更。啊，好，我这就叫兄弟去操办家伙。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，但有些时候，我还是会叫你们去做些坏事的。等以后有了空、有时间的话，我再找你们痛痛快快的喝2杯。哪里的话呀！香帅让我们做事情，那都是好事。但这些事情也并不是什么好事，可是总比挖坟有趣的多。不过我们是香帅的好朋友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现在那可不是一般人了，我们现在是香帅的朋友啊，不能给他丢人呐！你们2个今天本来是要去那小屋吗？对，小兔子之前去过那个小屋，说那家人特别大方。小兔子第1次去就给了1两多的银子，第2次又是6、7钱了。去！我不是故意去敲竹杠的啊！我是去抓蝴蝶的抓蝴蝶，然后碰到他们了，他们硬要给我银子，那我这只能收下了。那你第2次肯定是故意去的。我第2次也就是随便去逛逛，我也没去敲他们的门呢。再说，我也不是每次都可以碰到他们的，知道吗你？你还每次？好你个小兔子，还跟我说什么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？你都去了17、18次了，才叫上我。你让香帅看看你这张脸啊！你太吓人了吧，会吓跑人家，这能行吗？我这脸怎么了啊？有你这兔子秃吗？啊，秃不秃带葫芦。那2个人可是一男一女。对，都很年轻啊，也很漂亮。一看这个穿着啊，就知道肯定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和少爷。那他们2个长得什么模样？长得嘛也没什么特别的，但是，那个女的长得有2个酒窝，一笑，特别美。就这样，别冲我。下次如果你再见到他们，你可认得他们的模样？当然认得，我小兔子他知道啊，从来都是不会忘恩负义的。凡是对我好的人，我记他一辈子。好。
这天为什么还不黑下来？真是急死了。我姐姐才刚死没几天，我就穿上这新的绣花鞋，这样做真的是很不对。可是我今天晚上就要去见她，我该怎么办呢？爱上你是美丽的样子，依然为你手做尘封的。他为什么还不来呢？今天会不会不来了？月亮都升到这么高了，他若还不来，我绝不再等。就算他来了，我也绝不理他。哎，兔子，你看，深更半夜坟地里有个人，是不是鬼啊？鬼你个头啊！那明明是个人嘛！哎，嘿，还是个女的，那肯定是等我的。瞧你高兴的，也不看咱仨谁最帅。那肯定是香帅啊！应该是我呀！你看你那啥样啊！为什么他要带这么多人来呢？哎，怎么又走了？你要到哪里去啊？你放手，你让我走吧。你既然不愿意见我，为何又来拉我？谁说我不愿意见你啊？那算我不愿意见你好了，让我走吧。如果你不愿意见我，你又为何在这里等我呢？不错，我是想见你。可你明明知道我一定会在这里等你，所以你就带这么多人来瞧。瞧你多有本事，到处都有女孩子在等你。哎，其实我也不想带他们来这里的，是因为有件事想求他们。什么事啊？我想让他们挖开你姐的坟墓来看看。你疯了！你挖我姐姐的坟墓干什么呀？如果我猜的不错，这绝对不会是你姐姐的坟，里面是一座空坟。谁说的？我明明看到棺材埋在里面的。
没错，你是看到他们把棺材埋下去了，但是棺材里绝对不会有人的。相信我，我不会骗你的，否则我就不会来这里了。只要你肯等一等，就会相信我说的话。哎呀！真难挖呀！你吵什么吵啊？没看见这周围都是人呐？这周围黑灯瞎火的，哪有人啊？你非要把他们吵醒出来给你打招呼啊？你这个笨蛋，笨死了！快挖！别吓唬我！嘘嘘。肚子，你先挖，我不敢看。肚子，好了叫我。这就好。叫什么叫？你看，对不对？哪有死人呢？都是砖头。砖头？怎么变成砖头了？那人呢？人活啊！哎呀，行了，哎呀，别叫了。小帅，死人变成石头了，好恐怖啊！这怎么走啊？走啊！我姐姐呢？我姐姐到哪儿去了？她为什么会变成石头啊？你是不是亲眼看到他们将你姐姐的尸体摆入棺材里？我亲眼看到的。那订棺材的时候呢？订棺材的时候我不在，我也不愿意离开的。可是我的二婶怕我过度悲伤，非要让我回房间去。那棺材是你二叔订的？那他现在人呢？在我姐姐落葬的第2天，他就到省城去了。他去省城干什么？帮薛家庄采办年货。薛家庄的年货每年都是由他办的？往年不是。往年都不是。今年这肥差却忽然落到他头上了，有趣。这件事的确是有趣。这差事是不是薛二公子派给你二叔的？不错，所以我更加认为，害死我姐姐的人就是他。他为了赎罪，所以才把这个差事派给我二叔。恐怕这不是赎罪，而是什么？这件事复杂得很，就算我现在对你说，你也不会明白的。我也不想明白，我只想知道我姐姐的尸体到哪儿去了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3天之内，我可以将你姐姐的尸体带回来。你知道我姐姐的尸体在哪儿？哼，到目前为止，我只不过是猜测而已。难道我姐姐的尸体被盗走了？是谁盗走我姐姐的尸体？为的是什么呀？我姐姐又没有什么珠宝陪葬之物，她盗走我姐姐的尸体又有何用呢？现在你什么都不要问了，我答应你，3天之内，我会把整件事情对你说清楚。哎呀，兄弟，哎呦，整天都见不到你的人影，简直把我给急死了。打探到什么消息没有？哎呀，丁老二一直在这里逼我呀，简直都快把我给逼疯了。可是到了晚上，他忽然间走了，连话都没说。看情形，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。哎呦，兄弟，不是我幸灾乐祸，
我真的希望他家里能出点什么事情，这样他就不会在这里逼我了。二哥，明珠呢？明珠，明珠一直把她自己关在房子里没出来呀。她还真是个乖孩子。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该怎么办呢？这丁老二那边我也没办法一直这么拖下去啊。兄弟，香帅啊，你一定得帮我想想办法呀。二哥，凡事都有办法的，但你现在千万别着急。或许3天之后，所有问题都解决了。你不要走啊！